婆婆和我同时落水，老公毫不犹豫地下水先救起了婆婆，最后体力不支的老公和不会游泳的婆婆在岸上眼睁睁地看我溺水而亡。事后，他们二人匆匆把我的尸体带到医院取出心脏捐赠。原来老公的初恋得了心脏病，急需换心脏。我的死是老公为了救他初恋，联合婆婆设计了一场预谋。1个月之后，老公把初恋娶进门，而我的骨灰队随手埋在路边。在睁眼，我回到了落水的那一天。这次手握剧本，我决定先下手为强，打他们一个猝不及防，谁也别想好过。娜娜，快和我到河边找金戒指去。婆婆声音在耳边响起，我恍惚地看着婆婆的脸，看我没有动作，婆婆不悦地皱起眉，提高音量道：走啊，别发呆了。那个戒指可是你死去的公公送我的，是我现在唯一的念想了。听着婆婆熟悉的话语，我知道我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落水的那一天。我调整好情绪，赶紧回她说，知道了，我这就和你过去。婆婆看我答应了，似乎想到什么，脸上禁不住露出一些紧张。婆婆对正在旁边收拾东西的周正说，周正，你在这里收拾东西，我和娜娜去就回来。原本在收拾东西的周正停下手里的动作，对着婆婆点头，语气关切地说，妈，娜娜你们都不会游泳，要千万小心啊，河边很容易发生意外的。然后他们二人的眼神在空气中疯狂交流，我假装没有看到，语气焦急地催促婆婆，知道了老公，妈，快走吧，待会天黑了，急真的容易发生意外了。说完我转过，深受其脸上的表情，迈步朝着河边走去。我忍不住握紧双拳，一想到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我的身体忍不住的轻微颤抖起来。前世婆婆和老公周正偏要带我到河边露营，因为不会游泳，又加上耳濡目染的各种溺水身亡事件，所以我这个是很少回到河边附近的。谁知周正和婆婆根本不考虑我的想法，你看我不愿意去，立马摆着脸同我生气。之前明明是你总抱怨我总是工作没有时间陪你，今天我好不容易特意休息一天带你出去玩，你倒不情愿了。李娜娜你这个人真的很矛盾，婆婆也跟着数落我，一天天的就你事多，就你矫情，当初周正真是瞎眼才会娶你，最后实在不想把关系闹僵的，我只能无奈同意。一开始露营什么问题也没有，直到露营结束要收拾东西回家的时候，婆婆突然说她刚才在河边洗手的时候不小心把公公送她的戒指弄掉了，偏要让我同她一起去河边找找。我本能拒绝，我在这里收拾东西，让周正陪你去，把这些都是力气活，你又没有力气，还是同我过去找戒指吧。婆婆硬是没有同意，态度坚决的一定要我陪她去。老公在一旁不耐烦的也催促我赶紧过去河边找戒指，实在没有办法的，我只能陪着婆婆来到河边。谁知婆婆趁我低头找戒指不注意的时候，竟推我下河，然后自己也跟着跳下河，营造出我和她是意外落的水，不会游泳的，我们只能在水里不停的挣扎呼救，救命，救命，周正，周正，救我。不远处的周正听到我和婆婆的呼救声后，赶到河边，他毫不犹豫地下水，把婆婆先去上岸。回到岸上，周正一边喘着气，一边焦急地对还在河里挣扎动说，那哪怎么办？我现在已经没有多余的体力再下水救你上岸了。婆婆一动不动地坐在河岸边，嘴上焦急地说，那哪呀？我都说不要来河边露营了，你不听天要来，现在可怎么办啊？然后周正和婆婆就在河岸边眼睁睁地看我慢慢地停止挣扎，一点点下沉。最后一天，我带着不可置信和不甘溺水而亡。事后他们俩人匆匆把我的尸体带到医院，对外说我意外落水溺亡，要捐献我的心脏。死后我才知道，周正在和我结婚的第2年就背着我和他的初恋情人白雪搞在一起了。白雪在1年前被查出得了心脏衰竭的病需，要换心脏，奈何排队换心脏的人实在太多，白雪恐怕坚持不了这么久。周正心疼白雪，借口为我好为由帮我安排的体检，实际上是为了看我和白雪的心脏是否能够匹配。得着我的心脏和白雪的配型成功后，周对我起了杀心，和婆婆谋划的这场让我意外落水溺亡捐献心脏的戏码。1个月后，获得我心脏的白雪健康出院，嫁给了周正，他们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而我的骨灰被周正顺手埋在路边。这次我重生回来，手握剧本，那些害我的人一个也别想好过。我按照上一世的记忆来到落水的地方，假意弯腰低头寻找戒指，等着婆婆出手。婆婆是真的不会游泳，上一世她甘愿冒死同我落水，可以看出婆婆和周正要我死的决心很坚定。回想上一世嫁给周正之后，我对婆婆可谓是如对待亲妈一般好。既然婆婆愿意配合周正伤害我，那此刻就怪不得我了。婆婆果然如上一世一般不动神色地站在我身后，左右观察，确认河边没有其他人之后，向我伸出手想要推我下河。早有防备的我不着痕迹的一个转身躲了过去。婆婆因为太想推我下河时的大劲，没成想扑溜空，脚下控制不住的往前走了几步，在河岸边看看停住了脚步。反应过来的婆婆有些后怕的想要退回几步，我眼睛手快的上前一把把她推下河。我站在岸上假装一脸惊慌，妈妈你怎么落水了？一个戒指而已，你没有必要为了一个戒指殉情的。不会游泳的婆婆在河里拼命挣扎，嘴上不停的喊周正舅妈，周正妈，我知道了，我这就去找周正，妈你坚持住啊，千万不能有事啊。我在岸上焦急的拍着大腿，脚下就是没有任何动作。我心里清楚，周正就在附近。果然婆婆的呼声没喊2声，周正就急火了的出现。周正有些惊讶的看着站在岸边满脸焦急我，又看看落水在挣扎的婆婆，神色凝重的皱了眉，一言不发的立马下水救婆婆。很快2人气喘吁吁的上了岸。
看着面前郎对弟两人，我忍不住在心里冷笑，表面上却一脸担忧的上前关心，妈，我知道那个戒指对你很重要，戒指找不见了你也没有必要跳水啊。婆婆一脸怒气，娜娜，你这是什么话？我跳水？刚才分明是你推我下河的。然后婆婆转头对周正说，儿子，刚才是娜娜推我下河的，她这是想要我的命啊。周正闻言抬头看我，眼神里满是质问，我立马委屈哭起来，妈，我怎么会推你下水呢？自从我家里周正以后，我一直待你如自己的亲妈一般照顾，这些你和周正都是知道的，我根本就没有理由推你下水。我转头对着周正继续哭诉，老公，我是什么样的人你是知道的，自从结婚以来，我对你对妈对整个家都是掏心掏肺的好，妈死了我有什么好处？妈身上可没有我想要的东西，你说我会故意推妈下水吗？周正和婆婆不由得都看了我一眼，我只是一脸真切的看着他们，他们看我哭的真切并无其疑。周正脸色难看，嘴唇上下动了几下，终是开口道，你不会。他心里清楚我确实对这家付出了所有，以我上一世的表现，我根本没有理由推婆婆下水，所以他不得不承认，只是他不知道我是重生回来的，我已经不再是他认识的李娜娜，我变了。儿子，你不相信吗？婆婆急了，刚才我确实差一点就掉河里了，但是我停住了，谁知后被人推了一下，我就落水了。当时在岸边就只有我和他，不是他推的我，还能是谁？我委屈叹气，妈，你硬要说是我推你下河的，那就是我吧。你高兴了消气了，那我们就去医院检查检查吧，毕竟你年纪大了，身体要紧，没有必要再和我争论这些没有证据的事情了。我上前就要体贴的去扶他起来，却被他用力的一把甩开手。你别在这里假惺惺的对我好，刚才你推我下河的劲可是很大的，你心里肯定想着最好能让我溺水吧。我委屈的看着婆婆，妈，我没有想到竟然是这样想我的。结婚前我就听人说婆婆是不会把媳妇当做自己的妻女儿的，之前我不相信，我和周正结婚后，我想尽办法讨你欢心照顾你，我还到处和人说我婆婆是世界上最好的婆婆，我以为以真心就能换来真心，现在这么看来，我之前的努力都是白费了，在你的心里我始终都是外人。面对我的指责，婆婆越发生气，你少给我岔开话题，你就说到底是不是你推我下水的就行。妈，我真的没有，刚才就是你自己不小心掉河的。妈，你突然冤枉我，是不是我之前做什么事让妈你不高兴了才会这么说的？那我道歉，妈对不起，你别生气了，原谅我吧。婆婆看我一副受了天大委屈不得不认错的样子，更是来气，抬手指着我的鼻子，你妈够了。周正出声阻止，你们能够吵架就说明没事，都给我回家。婆婆还要开口说话，被周正一个眼神看过去，立马不甘心地闭上嘴，只是恶狠狠地瞪了我几眼。周正没再多说什么，心事重重的率先离开。我收起脸上委屈的表情，弯下腰，直勾勾的皮笑肉不笑的对婆婆说，妈，快走吧，落了水被风一吹，你年纪大身体受不了的，小心小病引起大病，命不久矣。婆婆看我突然变脸，明显的慌乱，以你咒我死。婆婆支持我，为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我冷笑着对婆婆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转头离开。回到家的婆婆立马发烧，不得不在床上躺着休养。周正回家后，和婆婆在房间里待了1个小时左右，出来后对我说要出差1个星期，就收拾东西离开了家。我想周正他们让我落水的计划失败，没有成功拿到我的心脏，他们现在肯定很着急，我猜他们应该很快就会想出另一个取我心脏的办法，我必须比他们快一步。我把上一世发生的事情自此细细回想了一遍，复仇计划油然而生。1个星期之后，周正满身疲惫的出差回到家，我高兴的上前挽着他的手臂说，老公，今晚我们去外面吃吧，吃点好的，我请客。周正对于我的亲密行为有些抗拒，他抽出手，你请客。我神秘一笑，我请客，我有好事要告诉你。我看周正有些犹豫，立马对着他撒娇的说，走吗？我们好久都没有单独出去约会了，你就陪我去吧，我保证有惊喜给你。看我一脸兴奋，或许是对我的神秘惊喜感兴趣，周正终于点头答应。我给自己和周正精心打扮了一番，带着他来到我们市最贵的餐厅，点了个包厢。我把菜单递给周正，老公，你点菜吧，想吃什么就点什么，不用提我省钱。周正挑眉看了我一眼，我对着他确定地点点头。周正不再多说什么，点了几样贵的菜。服务员走的时候特意加了1瓶红酒。周正一看服务员走了，立马出声指责我，李娜娜，你疯了，点这么贵的酒，待会结账的时候别指望我会付钱，你知道的，我每个月的工资都交给你了，我没有多余的钱让你这么挥霍。我毫不在意的丢给周正一个你放心的眼神，然后从包包掏出一个盒子，噔噔噔，惊喜道，我把盒子打开，递到周正面前，劳力士手表。周正惊讶的叫出声，立马迫不及待的拿过手表，自此细细的观察起来。我笑着说，放心，是真的，戴上看看吧。周正闻言，立马迫不及待的把手表戴上手，我忍不住称赞道，好看，我老公果然很适合戴名牌手表。周正被我哄开心了，拿出手机对着自己戴手表的手就是一顿拍照，不用想我也知道，他肯定是想在朋友圈炫耀。说话间，服务员端着饭菜出现，酒足饭饱之后，周正彻底坐不住了，你中彩票了，这么有钱？我摇摇头，我买股票赚钱了。周正狐疑的看着我，我笑了笑，掏出手机给周正看。之前我同事欠我一个人情，给我放了个消息，他告诉我这个千克 A 股之后的一段时间会疯狂上涨，我就买了一点点，没有想到真的涨了，早知道我就多买点了。周正听了我的话，看着我手机上的金额，眼睛飞快的闪过一道光，其实我应该早点告诉你，这个消息让你和我一起买的，但是我也害怕他给的消息不准确，没有想到他给的消息这么靠谱。
老公，我知道你一直都有在炒股，你帮我看看这个千科一股之后还会不会涨了，我还要不要继续买？周正拿过我的手机开始分析起来，以我多年炒股的经验，我劝你见好就说了吧。我露出不甘心地表情，为什么？明明这只股票还是上涨的趋势，要是买了肯定还能挣更多钱，我还打算把所有积蓄都用来买这只股票呢。周正一本正经地说，人不能太贪心的，这次你赚钱就是碰巧而已，下次可能就不会这么好运了，你要把钱都输了，我们以后的日子还要不要过了？看我还是有些不情愿。周正继续说，你别忘了，你手里的钱都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不是你自己的钱，我不同意，你继续买你就不能买。最后我惋惜地说，我听老公的，那我就不买了，我先去上个洗手间，回来我们就结账回家。周正点头同意，从洗手间回到包厢，周正的脸上满是抑制不住的兴奋。老公，你脸怎么红了？没什么事，就是刚才你去洗手间的时候，我多喝了几杯红酒而已，你快去结账回家吧，我不再多说什么。我想原来已经上钩了。1个星期之后，我来到白雪的病房，王二话不说，上前对着白雪就是一顿骂，你这个狐狸精，不要脸的小三，勾引别人的老公，看我不打死你。白雪对于我的突然出现，满是惊讶，连忙拿出手机，我知道他肯定是在给周正发信息，我没有阻拦他，只是继续骂着。周围病友家属看我情绪激动，害怕我对白雪动手，纷纷上前拦住我，有话好好说，他是病人，不要动手，这里是医院，也冷静一点。我被众人拦在白雪的床尾处，我生气的一手叉腰，一手指着白雪的鼻子继续骂，一副泼妇的架势，你们拦我做什么？他抢我老公，我还不能教训他了。众人不可思议的看着白雪，白雪脸色苍白，楚楚可怜的坐在床上，没有说一句话。你说话呀，有胆勾引我老公，没胆承认。众人看我生气凌人的样子，又看白雪楚楚可怜，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误会？我老公和我结婚1年，就背着我和这个女人搞在一起，他现在生病了，我老公为了照顾他，3天2头以出差为借口不回家，现在我老公还用我什么吃碱，用什么下来的钱给他治病，你们给我评评理呀！我掐着自己的大腿，疼得眼里簌簌的流，周围的人开始窃窃私语起来，难道他真的勾引别人老公当小三？人家老婆都找到医院来了，看来是真的了，真看不出来，平时温温柔柔的样子，竟然是小三。众人的议论纷纷落入白雪的耳朵，她看着四周指责她的人，她竟然笑了，自己管不住自己的老公，是你没有本事，既然你满足不了你老公，那就怪不得别人。白雪的话让周围围观的人纷纷发出抽泣声，一改往日病房里温柔的样貌，白雪牙尖嘴里的继续回对着我，李娜娜，周正现在爱的人是我，不被爱的人才是小三。狐狸终于露出尾巴了，周围的人开始对着白雪支持点点，更多的人用怜悯的眼神看着我。白雪不耐烦地对着围观的人大吼，看什么看，这么爱看热闹，怎么不去警察局看啊？白雪的骂声刚停下，周正和婆婆就出现在病房里，白雪立马收集表情，委屈地缩在病床上。周正一看白雪受尽委屈的样子，立马上前动手给我一巴掌，嘴上狠狠地骂着，好好的日子你是不想过了是吗？婆婆立马来到，坐在病床上扭着白雪，恶狠狠地看着我，白雪是病人，你怎么敢欺负她？我捂着被打的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周正，周正，我是你老婆，你竟然为了白雪那个小三打我。周正冷着脸，厉声说，打你怎么了？白雪要是有什么事，我要你的命都可以。伯伯在旁边附和道，就是，你该不会傻傻的以为我们周正还爱你吧？要不是看你还有一点用，我们周正早就和你离婚了。我还有一点用，周正，你今天给我把话说清楚了，我还有什么用？让你委屈的和我在一起，不能和我离婚。我不服气的上前，对着周正一声高贵一声的质问，你说啊，我还有什么用？周正生气的用力把我推开，你闹够了没有？我重重的摔在地上，婆婆对我质问周正的声音弄烦了，忍不住从病床上站起来，对着倒在地上了我开口道，还不是因为你的心脏，妈，阿姨。周正和白雪同时出声制止婆婆，婆婆后知后觉，发现自己差点把事情说出来，原本嚣张的气焰一下没了，只能心虚的低下头坐回白雪身边。我从地上站起来，周正，她白雪就是一个快死的人了，你为什么爱她不爱我？周正也生气了，你和白雪没法比，白雪是我这辈子最爱的女人，为了她我可以做任何事情，我们白雪好好的，你死了我们白雪也不会有事的。白雪满脸感动，阿震，我的脸上满是绝望和崩溃，我不好过，你们也别想好过。说完，我朝白雪扑了过去。周正和婆婆为了护住白雪，两人开始对我动手。周正和白雪的表现已经引得围观人的不满，看我不是周正和婆婆的对手，纷纷上前劝架。我们的动静不小，有人报警了，很快警察就来了，我被家暴了，我要验伤，还有我要告婆婆伤人。周正明显慌了，我没有。婆婆指着我说，刚才可是你先动的手。我看着他们反问道，先动手的可是周正，我可没有伤到你们任何人，可我脸上的伤都是你和周正打的。两人被我对得无话可说，只是用恶毒的眼神看着我，因为当时有人用手机录下了整个过程，再加上医院的监控录像，周正和婆婆没有办法再狡辩。在警察局里，周正说希望可以和我私下和解，我同意了，说吧，你到底想怎么样？我要和你离婚，离婚后房子归我，只要你同意，这件事就算了。周正愤愤不平地看着我，我只是一脸平静地看着他。婆婆在一旁插话，不可能，房子是绝对不能给你的，麻烦婆婆你搞清楚，现在是你们求着我和解，你们没有资格拒绝。周正一眨不眨地看着我，眼神意味不明，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儿子不能答应他，既然你们没有诚意，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该怎么处理就处理吧。说完我站起来就要离开，等一下，
周正叫着我，我同意，我回头笑着说，明天9点民政局见。第二天从民政局出来，周正突然对我说，李娜娜，你有点不一样。迎着周正的目光，我反问，哦，怎么不一样？周正笑了，我以为你和我离婚之后会很伤心难过，更会纠缠我，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很高兴，不过我劝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你以为你拿房子就赚了？实话和你说吧，我现在炒股赚了很多钱，那个房子我根本看不上。说到这我还得感谢你，要不是你之前让我看到那只千科 A 股，我还赚不到比这房子还多的钱呢。我故作惊讶的反问，你买了我千科 A 股？对呀，那只股票确实厉害，我买了之后就一直涨，我现在的钱多到你想不到。看着周正嚣张的表情，我生气的说，你骗我，你让我不要买，然后自己却背着我去买它赚钱，我是你的妻子，你就这么见不得我好？对于我的表现，周正似乎很满意，我迟早要和你离婚，我为什么要让你赚到钱不好日子？我又不傻，你骗我！我愤怒的握紧拳头，别怪我没有提醒你，房子可要小心保护好，别再被人骗走了，毕竟你除了那个房子，什么都没有了。哈哈，看着周正离开的背影，我也笑了。只不过1个星期的时间，周正就已经不把我们的学区房放在眼里，可见他的股票肯定炒得很大，看来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害怕周正因为白雪突然失去了我这个心脏，而对自己做出什么不利的事情。离婚后，我立马把房子放上网售买，因为是学区房，我的房子很快就买出去。我拿着卖房到手的200万，躲到了一个安静的乡下，等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算算日子，应该是今天了。我打开电视机，调到财经新闻频道。最近因为千科集团的负责人涉嫌洗黑钱的问题，导致利好的千科 A 股疯狂下帖，印度股民一片哀嚎，更有甚者因炒股失败欠债跳楼自杀，望广大股民理性炒股。我知道我等的东风来了，想必此刻的周正肯定说连底裤都不剩了，一想到他现在焦头烂额的样子，我忍不住笑出了声。我精心下的这盘棋终于开始有成效了。其实去病房到之前，我就已经去过白雪的病房打探消息，我专门挑白雪去做检查，不在病房的时间过去。我以白雪朋友的身份来看我白雪，发现白雪不在后，有些失望的和隔壁病床的大妈打听消息。大妈是个很能聊天的人，从大妈的聊天中，我得到了关于白雪和周正的重要信息。白雪生病住院的费用，一直都是自称白雪老公的周正帮忙缴的。治疗白雪的病需要花很多钱，周正在照顾白雪的时候，还能够不定时的给她送一些名贵的首饰包包哄她开心。周正是他们公司的财务经理，工资并不算高，为了让我不起疑，他每个月还要拿出一部分钱给我替补家用，加上才1个星期的时间，周正就不把价值200万的学区房放在眼里。综合上述的种种，我可以很肯定，周正挪用了他们公司的公款来付白雪的医药费和用来炒股，而且他挪用的金额非常巨大。我打电话联系私家侦探，打算让他查周正挪用公款的证据，再匿名举报周正挪用公款的事情。只是我没有想到，我还没有等来私家侦探把周正挪用公款的证据，却接到了警察的电话。请问是李娜娜女士吗？我们是警察，请问你认识周正吗？认识，他是我的前夫，他涉嫌一起谋杀案件，先收押在监狱。他说想要见你一面，我答应了。离婚只不过1个月的时间，我和周正再见面，竟是在监狱。我和周正隔着一层玻璃，对面的他剃了一个大平头，胡子拉碴，从前的精神气一点没有了。一见我周正便激动地说，李娜娜，你故意害我。我不答反问他，你为什么要杀白雪？她不是你最爱的女人吗？你曾经还信誓旦旦地说，为了白雪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出来。果然啊，男人的嘴骗人的鬼。来之前我就已经打听了，周正在医院用枕头把白雪捂死了，那个女人该死。我挪用公款都是为了给她治病，用公款炒股也是为了能有钱给她换心脏。谁知道当他知道我炒股失败，没有钱继续替他缴费的时候，他就开始换了一副嘴脸对我。周正想到什么，眼里都是愤怒，后槽呀呀的咯咯响。他看我没有钱继续替他缴费，便开始威胁，要把我挪用公款的事情告诉公司。我跪下来求他，让他再给我一点时间去筹钱，继续炒股打翻身仗。可是他不答应。周正没有继续说下去，一脸痛苦的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所以你觉得你那么爱他，可他却用你能用公款的事情威胁你，你恨他，所以就杀了他。我替周正把话说完，我不想的，是他一直逼我，他太吵了，我只是想让他闭嘴而已。然后我拿起枕头，然后世界就安静了。说到这里，原本痛苦的周正突然整个人平静下来。你为什么要见我？这不是你想看到的结局吗？白雪死了，我要坐牢。我妈因为知道我杀人中风瘫痪。周正看我的眼神异常恶毒，我笑了，杀白雪是你自己做的选择，不关我的事。周正的双眼泛红，狠狠地说，我仔细回想了一下，你从我妈落水那天就开始不一样，你早就知道那个千科 A 股后面会出事，还故意诱导我去买，我猜也早就知道我挪用公款的事情，怪只怪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李娜娜，如今发生的一切都是你设计陷害我的，你就这么想让我不好过吗？面对周正的质问，我异常平静地开口，你知道溺水的感觉吗？我没有理会他，继续说，我知道，胸腔里的空气一点一点的消失，无论你怎么张大嘴巴用力呼吸，灌进来的只会是越来越多的水，最后水一点一点的挤满你的胸腔，让你痛苦无比，你会失去意识，没有力气挣扎，然后一点一点沉下水。周正用看疯子的眼神看着我，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被你妈推下水，然后你妈也同我一起落水，我们2个不会游泳的人拼命的呼救，然后你出现了。我故意蹲了蹲，看着周正发白的脸继续说，你立马下水把你妈救上岸，然后你对我说你没有多余的力气救我，
最后你和你妈带着兴奋看我一点点的沉下水，你知道最恐怖的是什么吗？周正急了，我不想听，你给我闭嘴。我死后你和你妈带着我的尸体取出我的心脏换到了白雪身体里，白雪因为有了我的心脏可以健康的活下来，还嫁给了你，而我的尸体被你和你妈匆匆火花随手埋在一棵树下。这个梦可真实了，我如同亲身经历了一般。然后梦醒了，你和你妈提议要带我去河边露营，周正和婆婆的计划被我揭穿，她不可置信的摇着头，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你不可能会知道的，明明只有我们3个人知道这个计划，你怎么会？不可能，不可能。我对着周正义正言辞道，人在昨天再看，举头3尺有神明。周正突然颠簸，拼命的敲打着玻璃，嘴里不停的念叨，不可能，不可能。很快，他就被狱警带走了。从监狱出来，我抬头看天，发现外面的阳光明媚灿烂，正如我接下来的生活一般。全文完结。